你们见过吗？我被妻子一家杀害分食，临死前妻子还告诉我8个儿子都不是我亲生的，死后我重生了，重生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跟妻子离婚。哼，发什么呆？你妈快回来了还不去洗衣服做饭？丁仪看着郑有军，让他仿佛重回死亡之前。郑有军手握菜刀，将自己一刀刀的肢解，现在恨不得立刻将这个老畜生给宰了。反了，你这个小畜生胆子肥了，敢和老子瞪眼睛了？哼！只是10分钟后，电话就响了起来。丁一，你是不是疯了？居然敢打我爸！离婚！丁一，你在发什么疯？你等着，晚上回家看我怎么收拾你！没听明白吗？立刻马上去民政局，户口本、结婚证、身份证我已经带了。丁一，你先不要冲动，有事回家再说。婚不是你说离就能离的，你难道不管咱儿子了吗？你想骗我到什么时候？郑杰不是我的儿子，是你跟张子浩的私生子。当年你那么急要和我结婚，便是已经怀上了张子浩的种。你怎么知道的？管我是怎么知道的，现在立刻去民政局，否则我就去医院大闹一场，揭破你和张子浩的奸情，看你们怎么收场。好，我这就去民政局。20分钟后，两人都来到民政局。丁一，你不要把离婚想得那么容易，这可是涉及到财产的分割、孩子的抚养权等很多问题。别废话，我净身出户，1分钱不要，孩子归你，抚养费我1分不出。哼！10分钟，丁一就把手中的结婚证换成了离婚证。我要报案，对，我爸被人打了，凶手叫丁一。你想这么跑了，没门！等到下午2点多的时候，用全部身价买了10万元彩票，就中了2.2亿，还不用交税的那种彩票，清空了奖池。现在我只需要明天领了大奖，一边投资股市搞钱买物资，一边把房子改造成安全屋了。什么？那个王八蛋跟你离婚了？那个王八蛋在哪？打老爸还跟你离婚？我去揍他！我报警了，不过警察说这是家事，只要伤不是很重，一般不会受理。什么？那王八蛋以下犯上，打了我1巴掌，居然屁事没有。姐，你为什么要同意离婚？那家伙1个月也有1万多的收入，现在一离婚，我们家就少了这笔收入，我娶媳妇怎么办？对啊，你也知道，你弟媳一家都提出了什么条件，张口就是30万彩礼，还要1套房，没了那王八蛋的那份收入，你弟弟还贷压力可就大了。我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的，一定会让丁一付出代价。复婚一定要复婚，那王八蛋不但1个月可以提供1万多块，而且还是干活的好手，千万不能让他跑了。丁一已经知道儿子不是亲生的，还怎么可能复婚？我出去透透气。第2天就领到了2.2亿奖金，还不用交税，没有捐款，直接带着钱来到售楼处。先生看房吗？买房，我看中了9福小区的8栋，就是那套别墅。你给卖家打电话吧，今天就可以过来签字，我可以按挂出来的价格买下。不过我需要今天就拿到钥匙，立刻开始装修。行，我立刻打电话，这简直就是上门送钱啊！半个小时之后，房东来了，双方很愉快地达成了交易。萧然先刷了500万定金，剩下的交给中介办理。房东也欣然把钥匙交到了丁一手里。喂，我想要改造一幢别墅。可以，有什么要求？就1点，坚固，按照银行保险库的标准加固。卧槽，大客户啊，没问题。需要多久？半年起，看你的别墅有多大了。工期不能超过2个月。得加钱。没问题。老郑，你们家可藏得够深的。藏得深？难道女儿离婚的事情已经传出去了？丁一这个王八蛋，昨天打了老子，今天又到处散播离婚的消息，他是想把我们一家都气死吗？白眼狼，真是头白眼狼！我们收留他，给他吃，给他穿，结果他居然这么报答我们的。啥？你家女儿女士离婚了？哎，老郑啊，老郑，你们真是这个！我刚才听中介说，你家女士，哦不，是丁一，他把小区里的那幢别墅买了下来，1500万啊，都不带还价的。你说什么？丁一买房还是别墅？这王八蛋1个月就赚1万多，而且全部上交了。昨天离婚也是净身出户的，所以他怎么可能有钱买房？更何况还是1500万的大别野了。真的，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老郑啊，你们家发达了呀，连别墅都买了。郑有军的身体不由摇晃一下，感觉血压有点高，站都要站不稳了。一个人可能搞错，可2个人呢，还能都搞错了。赵阿姨，你不知道啊，老郑他们家女儿女士离婚了。啊，老郑，真的假的？这么有钱的女婿，你们说不要就不要，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们家佳佳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找个男朋友谈婚论嫁了。放屁！那王八蛋用是我们的钱买的房子，老子这就去找他。上集说到丁一花10万买彩票中了2.2亿，眼红的老丈人就去找丁一的麻烦。咦，老郑啊，老郑家没什么好东西，却走了狗屎运，居然捡到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女婿。恭喜啊，买别墅了呀，厉害！平时真看不出，太低调了。特喵的，这可是老子的别墅。开门，兔崽子开门！原来是郑有军啊，我买别野的事那么快就知道了，是不是给我送红包？特喵的闪开！你干嘛？没让你进，
别硬闯，老胳膊老腿摔倒可不好。你用的可是我们家的钱，还敢把老子挡着不让进？老东西，你不要忘了，我和你女儿已经离婚了，昨天离的，房子是我今天买的，所以跟你们郑家没有半毛钱关系。离婚了？好啊，我家女儿还单着呢，只要嫁给丁一，不是全家都可以搬进大别墅了。丁一，你以为我是傻的？你和郑娟昨天才离婚，哪来这么多钱买别墅？所以这是夫妻共同财产，有一半是老郑家的。财产这东西怎么划分？看的是证据，不是你空口白牙在这瞎巴巴。老东西，有问题就去法院告我，现在给我滚开，否则我就要报警了。非法入侵他人住宅，怎么也能拘留10天半个月吧。就在这时，林梅英也跑了过来，在稍微了解一下情况之后，老太婆撒泼起来，往地上一坐。没良心的小畜生啊！发了财，有了钱就抛妻弃子，真不是个东西。我为什么要离婚？很简单，郑娟在结婚前就怀上了别人的种，跟我结婚只是为了掩饰身孕，把我当成接盘侠罢了。郑有军、林梅英，你们还真是家教有方，养出了这么一个不知廉耻、阴险毒辣的女儿。我在你们家一共4年，都是怎么过的？你们有哪一天把我当成家人过？整天让我干这干那，什么家务活都丢给我，哪怕我加班到晚上10点钟回来，可还是要我洗衣服。呵呵，别他妈在我面前提良心，你们不配。郑娟居然干出了这种缺德的事情，难道不怕生的儿子是媒体演的？哈哈，林梅英还敢当众撒泼，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这下好了，郑娟郑家的名声要在小区里彻底臭掉了。郑有军老两口一时之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邻居们一双双鄙夷的眼神刺得他们难受无比，恨不得地上有个洞让他们钻。这可是华夏啊，未婚先孕，再找个老实人接盘，让人家喜当爹，说出去可是会被人戳脊梁骨的。放屁！我女儿那么好的人，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丁一，你这个王八蛋，离了婚你就可以这么重伤我女儿吗？呵呵，难道要我把奸夫的名字也说出来？郑娟可是一直跟那个奸夫保持着不正当关系，我手里有许多视频的。走，把儿子和女儿都叫回来，商量对策。妈，你说有几百万，钱呢？原来我家居然这么有钱，我特么是隐形富二代。钱在丁一那，整整1500万。什么？那王八蛋怎么会有这么多钱？都不要激动，先坐下来，我们得慢慢商量。商量个屁！我们赶紧去找那王八蛋要钱。女朋友越是嚷嚷着要买个驴包，才肯解锁新的姿势。等等，我都有1200万了，还要那种货色？我要找个更年轻、更漂亮、身材更好的。坐下。他才看向郑娟，把怎么听说丁一买房花了整整1500万的事情说了一遍，也说出了丁一对于郑娟的控诉。郑娟，那二货是不是胡说八道的？唉，是真的，小杰不是他的种。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小心，居然让那王八个蛋看出端倪，甚至拿到了证据？小杰是不是那王八蛋的亲生儿子有什么关系？他娶了我姐，那1200万就是我姐的，就是我们家的，哪是离了婚就可以被他独吞的？你们先不要冲动，更不要做任何事，我需要打电话向人请教一下。我再说一遍，在我打完这通电话之前，你们都给我乖乖在房间待着，否则我不会去要这笔钱。郑娟走进房间，给奸夫拨了一个电话。我还在上班，没事我就挂了。你先听我说。郑娟咬了咬牙，把丁一的事情和盘托出。丁一说有我们的视频，应该是在诈你，我们每次都特别小心，丁一更不可能去医院，所以他手里肯定没有证据，就是小杰儿子是个破绽，验一下 DNA 就知道是谁的中了。丁一可以一下子拿出1500万，而且完全不还价，说明他手里的钱远不止这么多。虽然我不知道他的钱是怎么来的，但是这绝对是你们结婚期间就有的，否则不可能不到24小时他就突然多了这么一笔钱。呵呵，买彩票吗？是个人都知道彩票是智商税，根本不可能有人中大奖。所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法院提交诉讼，告丁一隐瞒夫妻共同财产，宣判之前的离婚协议无效，重新划分财产。子浩，你真聪明。你马上就去请律师，不要怕花钱，打赢这场官司，你以后就不用上班，在家当富婆好了。起诉书你也让律师去写，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签个字而已。对了，让你父母和弟弟千万不要再去惹事了，弄出不必要的麻烦。记住，现在是讲发的时代，一哭二闹三上吊只会惹人笑话。郑娟打完电话，便出去把张子浩跟他说的又复述了一遍。听到郑娟分析说丁一手里的钱还不止1200万，郑有军3人脸上的贪婪已经不可抑制了。发财了，发财了！你们千万不要再闹，我去找律师了。丁一别墅这边，负责改装别野的贾云贵粗略的算了一下，2个月搞定的话，时间非常赶，所以人工非常高，我需要安排人日夜不停的轮班干活。你说个数字？8000万。你要嫌贵，那就延长工期，半年的话，我可以帮你减掉2000万的样子。2个月给我装好，我们签合同吧。啊，这就签了，你都不用还价的。我需要的是你把活干好，一定得达到我的要求。这个你放心，我一定说到做到。对了，你把房产证正本给我看下，还要付印鉴。房子我今天刚买，产证还没有下来，没关系，我可以先付你500万定金，改造方案你先弄起来，钱用完了我再打给你。要是因我的原因导致你无法按时改造完成，8000万我照付。你们有钱还真是怪。
随后丁一紧锣密鼓，他又去找中介，但这回就不是买房了，而是租房。别墅需要改造2个月，而且丁一还打算租一个仓库，要买的东西太多了。丁一，我已经请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重新划分夫妻共同财产。你给我一个地址，免得法院的传票送不到你的手里。你先等会，我也需要找个律师，以后有事就找我律。上集说到前妻一家找律师控告丁一，没想到丁一也找了律师，都是要求重新分割财产，到底谁能赢？我昨天和前妻离婚了，不过离婚后我买彩票中奖了，现在前妻起诉我隐瞒夫妻共同财产，要求重新划分夫妻共同财产。离婚的节点和买彩票都应该有明显的时间戳，我想丁先生都不必找律师，只要提交一下证据，这就是稳赢的了。原本我打算就这么算了，但前妻这么咄逼人，我决定不能就这么算了。好，丁先生打算怎么办？前妻跟我结婚前就与人有染，怀有身孕，所以孩子不是我的。昨天我签离婚协议的时候选择了净身出户，现在我不但要求平分夫妻共同财产，还要求对方赔偿我精神损失费。我想先提醒一下丁先生，我的收费很高的，高到你从前妻那里得到的补偿都可能不足以支付我的律师费。没事，我不是为了钱，为了争口气，我之所以找何律，是知道何律是打离婚官司的王者，而我要的就是让前妻一家付出代价。呵呵，我是上门女婿，结婚4年，工资全部上交，每个月就200零用，一直忍气吞声，完全是因为儿子，所以现在发现儿子不是我的，我这个老实人也要爆发一下。只是既然有老实人之怒，为什么又痛快的净身出户？可当天下午就买彩票中了大奖，小的好像丁先生知道会中大奖，特意为此赶紧净身出户，以独占大奖。如果丁先生在彩票中心有人，甚至可以提前知道中奖号码，这样的能量将恐怖到什么地步？还能被一个女人欺骗了4年。丁先生，您还有什么诉求？第一，我要求诉讼期尽可能的长，但不能超过3个月。第二，让他们赔的钱越多越好，而且这笔钱我打算捐给希望工程，你最好让法官知道，免得以为我趁机敲诈。好的，丁先生，剩下的事交给我吧，保你赢。小张，写篇小作文，市立医院北区的骨科医生张子浩与科室里的护士郑娟有染，两人还约有1子。主线就是这样了，其他的你自由发挥，多弄些水军在网上炒热度，至少晚上就要让北区骨科的医生护士全都知道。郑娟，你隐瞒了我多少事情？你这么做，知道让我多被动吗？你什么意思？郑杰不是丁一的儿子，对不对？小杰确实不是丁一的儿子，但是这跟他隐瞒夫妻共同财产并不相干。郑娟，我刚才接到你前夫的代理律师的电话，你知道人家是谁吗？何钱何律，苏城最好的离婚律师，在他面前，我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他打离婚官司几乎就没有输过，几乎没有输过，不代表没有输过，哪怕以前1次也没有输过，但这一次他也要输。行。这事先放在一边，现在丁毅也准备起诉，以郑杰并非他亲生子为由，要求重新分配夫妻共同财产，并要求你赔偿精神损失费。那正好啊，大家的诉求都是重新分配夫妻共同财产。韩律，你有没有查出来丁毅一共隐瞒了多少夫妻共同财产？还没有，别急，我得先有了法院开出的文件，才能让银行查询萧然的个人资产，至少也要得到明天。行，我等你的好消息。不管他如何失德，但是丁一的钱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哪怕萧然请来100个、1000个律师又如何，还得乖乖把银行卡里的钱掏出来。下午，丁一列好末世购买清单，准备去采购，刚好看到郑友军一家也走了过来。王八蛋，老子告诉你，属于我们家的财产，你1分也别想背走。还有，你私藏夫妻共同财产，数额巨大，那是要入刑的。你是欺我不懂法吗？你等下，我咨询一下我的律师。刘律你好，刚才有人跟我说，私藏夫妻共同财产是要入刑的，有这回事吗？没有啊。好，没事，就只是咨询一下。我刚问了律师，你在恐吓我，我倒是提醒你，恐吓可真会入刑的。你也太嚣张，太得瑟了吧！王八蛋，你敢欺负我爸？丁一，你不要得意太早了，现在你尽管嚣张，但只要证明你现在的钱乃是夫妻共同财产，而这是显然的，哪怕你再不情愿，也得乖乖吐出1半来。你们是不是特好奇我到底有多少钱？嘿嘿，你们猜啊，就不告诉你。把郑家4人气得跳脚。一家奇葩以为马上有钱，决定下馆子去吃。丁一其实一路都在后面跟着，虽然这2天连给郑家重击，但想到被郑家4口生生肢解的痛，他又怎么可能消气？再来刺激一下你。郑娟，你快点上苏城论坛看看，有一个帖子说你和张医生有不正当关系，连小杰都是和他生的，热度非常高。什么？果然，现在除了制帖外，惊爆市立医院北区骨科医生张某某与护士郑某保持着长期不正当关系，并育有1子。这个帖子赫然在最前面，热度高的惊人。没想到啊，没想到结婚4年里，你一直表现得唯唯诺诺，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原来都是装出来的，这哪是羊啊，分明就是披着羊皮的狼，私藏夫妻共同财产，还在背后捅刀，何等小人！我不就是跟人私通，生了一个儿子吗？小杰好歹叫了你3年爸爸，却管亲生父亲叫叔叔，你知道子浩有多委屈？没想到你竟是这种卑鄙小人！哼，你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就可以打垮我？告诉你，无论如何，我们结婚4年是真的，夫妻财产一平均分配。说的太有道理了，夫妻共同财产一定要平均分配，我完全赞同，希望你也能记住。
别上了法庭之后反悔。刚才你说话的时候，我可是录像了。还有啊，你确实不用在意什么名声，只是不知道那位张医生在不在乎呢？我听说他好像快升副主任了吧？这种事情对他会有影响吧？确实，他完全可以辞职，但张子浩怎么办？现在可是他事业上的关键期，他不由着急。你这个卑鄙小人，等法院判决下来，你拿出一大笔钱的时候，我一定会把这一切全部还给你。丁先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丁一，你也好意思指责我？他是谁？你相好的吧？郑女士是吧？就冲你这句话，我就可以告你诽谤。不过我就不与你一般见识了，但下次再要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我可不会罢休。这位柳妹柳绿，我的代理律师。哼，丁一，你也只有现在可以跳一下。明天我会请律师向法院提交申请，冻结你的资产，免得你挥霍夫妻共同财产。你不是狂吗？把你的资产给冻结了，看你怎么办。行，你可以试试。你说冻结就冻结啊，法院又不是你家开的。哼，查到了，多少？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到底多少？2000万还是5000万？你前夫这半年的流水，确切的说是这2天的流水，高达近2.2亿。郑女士，你确定是2.2个亿，不是2000万？我确定，不过这笔钱是丁义跟你离婚后才打进他的账户，而来源是国家彩票中心兑奖专用账户。什么？你的意思他是离婚后才中奖的？那这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吗？从时间节点来说，你前夫应该是在与你离婚当天或之前2天买的彩票。如果是之前2天买的，那毫无疑问这是夫妻共同财产，但如果是离婚当天买的，那就要看是离婚前还是离婚后了。肯定是离婚前，不然他怎么可能主动提出净身出户？就因为他想要独吞这笔大奖，才会迫不及待要跟我离婚。那我就提前恭喜郑女士了，可以分得近1亿的巨款。还要麻烦韩律去向法院申请冻结我前夫的银行账户。没问题。子浩，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传我们的事情吗？还打电话给我，你疯了吗？不，你听我说，丁义暴富是因为他买彩票中奖了，你猜他中了多少？倒数2.2个亿。彩票是什么时候买的？这是最关键的。韩律师查过，应该是我和丁一离婚的前2天或当天，只有这3天，当天晚上就开出了2.2亿，应该全被丁一一个人中了。所以我们只要证明丁一是在离婚之前买的彩票，那就算他是离婚之后去兑奖的，那也依然是夫妻共同财产。对，我跟医生离婚手续办完就已经是中午了，只要把这下午的时间段排除掉，那他只能是离婚前买的彩票。而且丁一上来就跟我说要净身出户，如果不是他已经知道自己中奖了，又怎么会这么提呢？好，那你盯紧点，尽快把钱弄到手。郑军一家正美滋滋的想着要分到钱移民去哪个国家的时候，电话来了。郑女士，我建议你和你前夫达成和解吧。为什么？你不应该是去把丁一的资产冻结的吗？因为你老公的彩票是在你们离婚之后买的。不可能，你一定搞错了。没有，你们是中午11点半离婚生效的，而丁先生是下午2点11分买的彩票，监控还有彩票上的时间戳莫不证实了这一点。现在你前夫起诉你隐瞒症结的身世，对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失，要求你进行赔偿。我建议你最好能够和你前夫达成和解，不然这官司你打输的概率很大。没了，不，这是我的钱，我的钱。这2天九福小区可真是热闹，因为郑家刚跑出来说可以从丁一手里分到2个亿，转头呢又有消息说丁先生那4个亿都是婚后财产，根本不需要和郑家分。哈哈，老天爷还是有眼的。对啊，没让郑家得到这笔钱。现在他们可真是多人都到家了，先爆出女儿出轨，还跟别的男人生孩子的丑事，现在刚以为可以分到2亿大奖，结果却是白高兴一场。我要是郑家人的话，估计半夜都会做噩梦吧。嘿嘿，至少10年无法摆脱阴影。何止10年，那可是2个亿啊！这阴影绝对会跟随他们一辈子。活该，太活该了。现在4个人都是龟缩在房间里，一个个都是垂头丧气，好像天塌下来似的。一想到2个亿没了，便钻心刺骨的痛啊！奶奶，我饿。一天到晚就想着吃，谁是爹就给谁，别放在老子这里。爸，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如果你没有干那些丑事，丁先生便还是我们郑家的女婿，你们根本不会离婚。这2个亿就全是我们家的，现在呢，1毛钱都没有捞到。丁义以前赚的钱都在我这，而我贴了多少钱给小弟，你们没有一点数吗？现在居然嫌弃我的儿子，岂有此理！姐爸说的不对吗？如果你不和姐夫离婚，我们家可是能够得到2个亿。哼，啧，现在就叫姐夫了。之前你们哪一个不是把丁一当牲口用的？现在居然都来怪我。姐，你能和姐夫复婚不？小杰虽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但叫了他3年爸爸，总有感情了吧？对啊，都叫了3年爸爸，能够没有感情吗？而且1日夫妻百日恩，1000日夫妻呢。郑娟，你明天不，你马上就去丁一那，不让他回心转意的话，你就别回这个家。带上你儿子，赶紧给老子滚出去！现在老子看到你们2个就烦。姐，你去求求姐夫呗，2.2个亿，2.2个亿啊，能不能成为富二代，就看姐的本事了。丁一每天订了100桌的菜，每桌按3000块的标准来，饭店也是一家家的话，免得有人怀疑。而他在网上购买的各种物资也一一送到，丁一全部寄到仓库中。钱从股市里提出来时，丁一就会一卡车一卡车让人把物资拉过来，计划第1个月前花掉20-30个亿。另外，他的上诉也被法院受理了，明天就将第1次开庭。爸，
妈，这场官司我们大概率要输，得赔给丁先生41万。什么？要41万？这王八蛋怎么不去抢？就是，怎么敢开口要这么多？他是想钱想疯了吧？丁一和我的收入加起来1年18万左右，4年就是72万，1年开销5万，去掉20万就是52万，一人一半就是26万，再加上15万的精神损失费，便是41万了。你跟我们说这个干嘛？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你自己想办法还给他。干嘛？我和丁先生的工资可基本是被你们拿去的，我手里的钱还不到3万，你让我上哪去弄41万？这个我不管，你弟马上就要结婚了，正需要用钱呢，而且你不还丁一又能如何？难道他还敢找上门来？哼，他真要敢来，看我不拿扫帚将他赶出去。小弟，你们眼里就只有正刚，我生下来就是正刚做牛做马的，从小到大都是如此，什么好东西都是紧着正风，合着我是捡来的吗？对了，你不是还有那个奸夫吗？找他要钱呗，我们替他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他难道不得补偿我们？对，让他赔我们个几十万，我娶媳妇就够了。医生收入应该很高吧？还有红包可以收，至少跟他要50万，否则别想要这个儿子。你现在就去找那个奸夫，带上你儿子一起，告诉他，要是不给我们50万，就把你儿子丢给他，凭什么让老子养别人家儿子？爸，你又要赶我走？拿不回50万了，你就别当我女儿，我与你断绝父女关系。随后，他把被赶出家门和要赔41万的事情说了一下，并表示张子浩有没有钱可以暂时给他。轩儿，你也知道我的工资卡都被我老婆管着，所以我也帮不了你。而且钱既然是被你父母拿去的，你不应该找他们拿回来吗？还有，我已经跟我老婆做了保证，以后再不会跟你联系，你最近不要再打电话和发微信给我。他坐在地上一动不动，整整半个小时之后，他的眼神中闪动着很多的光芒。你们不仁，也别怪我不义，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都10天了，丁先生怎么还没有上钩呢？我就差脱光了去引诱，可丁先生就好像不懂风情似的。唉。嗨，柳绿，你怎么来了？发生了一件大事。洗耳恭听。你前妻一家知道郑娟必然败诉，居然将他和郑杰赶出了家门，让他自己想办法凑出这笔钱来。郑娟走投无路，今天早上带着儿子去了医院，直接交到了张子浩的手里。结果张子浩的老婆知道消息后杀到了医院，大概是因为自己不能生育，看到郑杰之后便十分激动，而这个熊孩子居然还指着张子浩老婆的鼻子骂，让张子浩老婆十分激动，竟失手将郑杰推下了楼梯，小孩子当场死亡。事发后，张子浩一家为了争取受害人一家的原谅，让张子浩老婆得到宽大处理，主动提出了100万的赔偿，郑娟已经接受了。呵呵，不过张子浩就惨了，跟老婆火速离婚，现在也被医院解聘，显然被老丈人恨上了，接下来他可没有好果子吃喽。郑家不，郑娟居然以这样的方式弄到了钱，呵呵，也好，那我就来慢慢收拾你们。上集说到郑娟的儿子被奸夫的妻子意外害死，张子浩一家为了争取受害人一家的原谅，主动提出了100万的赔偿，郑娟已经接受了。姐，你想吃什么告诉我一声不就好了，我立刻给你买回来，叫什么外卖，既不卫生，等的时间又长。是啊，让郑刚去买好了。现在女儿可是得到了100万赔偿金，哪怕扣掉赔给丁一的一部分，那还能剩下近60万。儿子娶老婆可就指望着这60万呢，嘿嘿。哼，吵什么吵？那是你姐，你也不想想，之前我们还把你姐赶出了家门，声明断绝父女关系，现在为了钱就把你姐请回来，换了谁能高兴？你呀，耐心好好哄你姐，不然的话，你结婚的钱就自己想办法弄去。所有人都以为郑杰的死是因为张子浩老婆的冲动，但真相真的如此吗？当然不是，因为张子浩的老婆就是他叫来，他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对方不能生育，还叮嘱儿子见了这个女人后就骂她是不会生孩子的使女，所以张子浩老婆才会完全失控，最终酿成了悲剧。丁一这边他的别野正在改装，就住在出租房里，点的外卖竟然被隔壁偷了，丁一便带上物业的人回去敲1501的门。谁啊？物业有事找？什么事？你家孙子偷了隔壁1502的外卖。放屁！你哪只眼睛看到了？我家小康那么乖，怎么可能偷别人外卖？我警告你千万不要胡说八道，不然我把你们物业的办公室都给砸了。秦大妈，还真不是我们冤枉你孙子，我这里有监控，你看。你给我看什么看？现在赶紧给我滚出去，不要影响我们吃晚饭，否则我就报警，说你们非法入侵。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赶紧把人赶走，关门，有什么好啰嗦的？你孙子偷了外卖，证据确凿，你还这么嚣张，过分了。丁先生，对不起，我们会继续和这一家沟通，一定会让他们赔偿你。行，就交给你们了。熊孩子偷吃了外卖，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甚至都没有被骂上一句，这自然是一种鼓励，所以他一定还会再犯的。都快末世了，谁还惯着你？等着。我说，你好歹也是有几亿身家的人，怎么就那么爱计较呢？吃你一顿外卖怎么了？对于你来说不是9牛1毛的事情，你居然还好意思找物业？大家都是邻居，乡里乡亲的，别把事情闹得难堪，不然我不会放过你。你孙子偷了我外卖，你居然还振振有词，还警告我，威胁我，不能打，小不忍乱大谋，我还要用我的办法整你们呢。要是我现在一凶，把熊孩子吓坏了，不敢再偷了，岂不是浪费我的一番设计吗？小宝，下次还拿他的外卖，反正他有钱，吃他一点也是应该的。要的就是你们的得寸进尺。
他照常收100桌酒席，又收了1天的快递，8万块钱点的一份最贵的午饭。而这一顿食材最妙的地方在哪？壮阳，有助兴之效。当外卖员把外卖送到，熊孩子就把外卖拎进了自己家门。丁一昨天居然敢找物业，嘿，不就是拿了你一份外卖，至于吗？所以今天再吃你一份，算是给你的教训。这是人家的外卖，我们吃了不好吧？他那么多钱，11点怎么了？秦大妈满不在乎。而且彩票的钱都是怎么来的？还不是我们老百姓1块钱1块钱捐出来的，所以这叫不义之财，我们还不能吃了。这应该值不少钱吧？我们要是吃了，会不会有事？有什么关系？最多几百块，他还能让警察把我们抓了？小孩子不小心误拿的，说破天又能有什么问题？啊，真好吃！确实不错，这种肉也太鲜美了吧！奶奶，我明天还能再去拿吗？没问题。不过一会，秦大妈就开始燥热起来，而秦大爷也一样如此，两人互看一起，便让孙子去看电视了。他们则是正忙碌。一会之后，动静消失，但没过一会又开始了，然后再次平静，不断的重复着。我去，你爸妈也太不知羞了吧！没到晚上居然就搞了起来。要知道秦康还在客厅坐着呢。儿子，快打120，你爸出事了。我爸怎么了？你爸从中午一直硬到了现在，刚晕过去了。秦家儿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老子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居然还会遇上这种事。一会之后，120急救车就来了，两个人居然是被一起抬下来的，说明什么？只要不是傻子就可以猜到吧。哈哈哈，笑死人了！秦家那两口子干大事的时候出问题了，马上疯，还叫了120。人家才30岁左右，不至于就马上疯吧？不是他们家儿子和媳妇，而是那老两口。什么？他们都60多了吧？这么大把年纪，居然还闹出这样的丑闻？嘿嘿，以后他们在小区可就得掩着脸走了。不过秦老头能不能救回来都是问题。活该，秦家那老两口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对，最好全部死在医院。随后丁一去报案，得知被偷了一份外卖后，警察叔叔都笑了。小伙子，外卖被偷了是可以报警，不过我建议你找物业看监控，然后直接去找偷外卖的人。都是邻居，有些事情还是私下解决比较好。确实，第一次外卖被偷后，我就是先去找物业的，也找到了偷外卖的人，就是我隔壁邻居家的孙子。不过他家的大人不但拒绝赔偿我的损失，而且还是出言辱骂我。今天我又点了一份外卖，还是被他们家孙子偷了。这就过分了，偷东西在先，不但不进行赔偿，还要骂人，然后再犯。你不能逮着老实人这么欺负啊！行，我跟你走一趟，帮你严肃的批评他们。还有我这份外卖比较贵，多少钱？8万。多少？这是发票。如此一来，这事就大了。乖乖，你这一份外卖顶我1年工资哩。行，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了。秦家老两口经过紧急抢救，秦老头终于给救了回来，而老两口也分了开来。既然没了生命危险，一家人自然就要思考起来了。秦老头怎么突然就化身成了泰迪呢？秦老头的血中有大量助兴成分，所以才会长枪不倒。怎么会呢？老爸平时又不吃补品。那份外卖是外卖，丁一，你个王八蛋，我饶不了你。丁一，秦大妈迟疑一下，还是把孙子偷外卖的事情说了出来。一定是他，太恶毒了，居然在外卖里下毒，我要告他，让他赔得倾家荡产。报警！仅仅只是过了1分钟，他就看到2名警察走了过来。咦，好快的出警速度！你们就是秦康的家属吗？我是秦康的爸爸，刚刚也是我报警的。报警？你们不是偷外卖小孩的监护人吗？为什么要报警？行，你们先说说你们的情况。秦大妈抢在前面，把事情说了一下，一口咬定丁一是故意投毒。你们的意思是，丁一在自己点的外卖里投毒，目的是害你们？不错，就是这样。这样的说法是不可能得到检察院的认同，法院也不会受理。当然了，你们可以自己请律师告丁一，这是你们的权利和自由。我们这次过来是为了调查偷外卖的事情。呵，其实也不用调查了，你们刚都已经承认了，这就好办了。因为偷外卖的是小孩，所以只需要赔外卖钱就够了。明明是丁一投毒，这么明显的事情他们都分析出来了，你们警察是瞎的还是傻的？行，我们赔钱，但丁一也要赔我们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外卖才值几个钱，我买会让丁一赔的倾家荡产。那就好了，一共是8。一份外卖8万块，你怎么不去抢的？警官，你们不能让丁一那小子狮子大开口啊！什么外卖能值8万？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吓了一跳，确实是8万，有发票为证。而且我们也确实去了对应的餐厅做调查，光原材料就价值6万多，餐厅还要交税，赚一点便需要8万了。完了，早知道就不让孙子去偷外卖了。现在怎么办？丁一报案，警方受理，我们还承认了。不对，只要我们坚持是丁一投毒，就一定能让他赔得倾家荡产。毕竟老头子躺在急救室的病床上是事实啊。我们承认外卖确实是我们偷的，但这也证明了就是丁一投的毒。首先，丁一从头到尾没有碰过外卖，不存在投毒的可能。其次，所谓的毒药其实是补品，丁一是一个大小伙子，吃点补品很正常，只是被你们偷了。虽然我不是律师，但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只要丁一坚持这外卖是给自己点的，那你们就不可能让他赔到1分医院费。警察帮着坏人欺负我们一家老小，大家都来评评理啊！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后面几天，丁一继续购买各种末世物资和能源，改装车辆，加固房屋。总之，肯定在末世开始之前囤够至少200年的物资和武器。嘿嘿，什么时候还钱？胡老大，你再宽限2天，我一定还你钱。还宽限？都宽限你几回了？我不管你们欠债讨债，但卡着电梯不让人走是什么意思？有问题出去说，别在这妨碍别人。哟呵，特么的，给老子滚出去！哪怕你们是业主也没有资格赶人，更何况还不是，要滚也是你们滚，快点！你们已经浪费我不少时间了。哎呦我去！好，下打的太少，经验不足，滚！你别以为帮了我，我就会感谢你，我可没有求你。听听，这是人话吗？在末世这种人活不到第2级，欠了人家多少钱？要不等下我帮你按1楼，那4个人应该还在1楼呢。虽然我不是特意为你出手，但确实是帮到了你，你不说谢谢也就罢了，还向我恶言相向，这就不对了，你欠我一个道歉。对不起，得亏是现在，要是进了末世，我一发子弹崩了你，你死了也是白死。丁一，我知道你在里面，你先开下门，我有些事要跟你说。有什么话就在外面说好了。丁一，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我也知道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弥补你所受到的伤害，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其实我爱的人一直是你，我会怀上张子浩的孽种，其实是因为我被他强暴了，我也是受害者。真的？那张子浩竟如此卑鄙恶劣？丁一还真是天真，这么一说就让他相信，这男人还是和以前一样啊。那你去报案，告他强奸。哎呦我的妈！时间过去太久了，我又没有收集证据，告不了他。没有证据怕什么？女生只要撤回同意，那就是强 X。丁一，算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小杰也死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障碍了，我们复合好不好？丁一，我知道你喜欢孩子，我给你生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儿子。我真要再娶，有妹不香吗？我已经有女朋友了。谁？是不是那个律师？这个贱人，果然，当初我就觉得奇怪，原来早就不怀好意了。丁一，那律师一看就是个拜金女，你想想看，为什么你之前没有女人缘，可突然就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倒追你？她看上的是你的钱，不是你的人。但我就不一样了，当初你一无所有，可我还是喜欢你，选择了嫁给你。丁一，娶妻要娶贤，再漂亮的女人也有老的一天，只有爱你的人才能与你相伴一生。我特么，这脸皮得厚到什么程度？你嫁我是因为爱我？靠，是为了你掩饰你未婚先孕，是为了保护张子浩的名誉和工作，你找我这个老实人接盘，还能用来证明是爱我的人，牛，果然人至贱则无敌。丁一，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立刻打电话给那个律师，说你投资失败，已经没钱了，看他是不是立刻和你分手。呵，如果我没钱的话，你还会来找我，哪怕他看上我的钱又如何？她长那么漂亮，胸又大，我很喜欢她，所以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了。丁一，日久见人心，你一定会发现，只有我是真心爱你。丁一。吃了晚饭后，丁一就去健身房挥洒汗水。等下去吃夜宵。好啊。宵夜吃的是烧烤，丁一特意点了几只羊腰子，让刘素素俏脸晕红，分外妩媚。吃完，两人回家，打开房门进去。丁一，我听人说你昨天晚上留了一个女人过夜，是不是真的？真的。你怎么可以这样？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我现在是单身，单身的男人还不能找女人了。丁一，谁呀？找我有事。就是17楼的那个美艳少妇韩云，也是上级被追债男人的老婆。你能不能借我点钱？要借多少？30万。虽然是一栋楼的，只是电梯里遇到过几次，连朋友都算不上，上来就开口要借30万，这不是把我当冤大头吗？发生什么了？我老公赌钱输光了不说，还借了赌场的钱，现在人家找上门要钱，他们说如果3天内还不上钱的话，要我去做急还钱。你怎么会嫁给一个赌鬼的？我老公以前不这样的。他事业有成，人长得又帅，只是后来他被人骗了，投资失败，把辛苦打拼出来的公司赔了个精光，从此就消沉了下来，后来更是染上了毒瘾，只是他以前最多输个几万，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一下子输30万的。你不应该找你公公婆婆要钱吗？公婆已经对我老公失望了，不会再给我们钱了。好吗？连当父母的都放弃这个儿子，但他居然不离不弃，啧，真爱啊！不过黄赌毒，赌和毒沾一个都会妻离子散的，黄的话除非你身体好，否则累死都不会破产的。第一，你帮我一次好不好？我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借钱给你？我可以豪掷50多万买辆车送给刘素素，你呢？把我当烂好人吗？嘿嘿，不过你要用一样东西抵押的话，我就借钱给你。你要我抵押什么？你无耻！丁一，你不要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我是绝不可能答应你这种无耻的要求。呸！禽兽！是你来借钱的，我还不能提要求了，空口白牙就要借走30万，真当我是傻子吗？而且你还当着别人的面说这样的话，这显然是在故意抹黑我。行，等着。丁一冷笑一声，直接来到韩云家门口。谁呀？物业。这时，
韩云也在屋里张望，看到丁一的时候，不由得心虚。我还没给你钱，你跑那么快干嘛？你怎么收钱？我没有现金，你给我一个账号吧，我转账给你。什么钱？你们做什么？你别误会，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这是事实，可是林有为怎么可能相信？没钱你给我老婆钱做什么？他为什么要给你钱？你说你刚才背着我出去干嘛了？韩云知道丁一是故意的，为的就是报复自己刚才给他抹黑，但现在他也只有耐着性子向丈夫解释。我刚才去向他借钱了，只是他提出了非分的要求，我拒绝了他，他应该是不爽被我拒绝，所以才会故意来挑拨我们的关系。挑拨离间的话，我会给真金白银吗？账号啊，我给你转账。你把你的收钱码给他。老公，你心中没鬼的话，干嘛怕把收款码给他？5000，他给你转了5000块，你说你们刚才到底干了什么？是不是？老公，你听我说，我跟他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就是为了让你误会我。我对你挺满意的，下次再来找我啊。不过现在的韩云还是挺傲气的，你宁可饿死也不愿失节，我反倒敬你，拭目以待吧。时间一天天过去，距离末日也越来越近。丁一在股市里的钱已经达到了30亿之巨，虽然2个月之期还没到，但他已经不停的采购物资，别墅改造如期完工，丁一住进新房，满意地支付了最后的尾款。这一世我就要做一个自私的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丁一，我受一个最好的小姐妹邀请，去她的新家参观，姐还要住上一段时间。啥时候回来？至少半个月。我闺蜜是个重度末日迷，前2年就开始打造什么末日堡垒，这2天终于完工了，邀我过去做客，我怎么也推不掉。天哪，为什么会有末日迷？居然动用关系，特意在山里买了一块地，花了将近1个亿去建一个铁笼子啊！确实有些末日迷把自家地下室改造成末日庇护所，网上甚至还有末日罐头卖。万万没有想到，国内不但有这样的人，居然还愿意花1个亿去造末日堡垒，只能说歪打正着。只是你这不是跟我抢妹子吗？不跟你说了，我收拾一下，叫的车已经来了。6月1日，丁一吃着早饭，却有些食不知味。时间来到了9点，就在这时，只听一声准响，那是重物砸在玻璃上的声音，拳头大的冰雹，末日如约而至，温度直径30度往下跌，仅仅只是1个小时之后，室温就下降到了15度。晚上带上胡子来到地下室开始溜。丁一，你在哪里做的整容和隆胸手术？我听说现在做这种手术可不便宜，光是手术费就要几十万，再加上手术后的养护，至少也得70、80万吧。这柳军一听就急了，他可是清楚的知道女儿手里总共有多少钱，真要为那张脸和胸花了70、80万，别说补贴儿子了，甚至还得倒贴钱啊。娟，这小子说的对吗？真他妈猪队友！现在一家人不应该一致对外吗？你就因为丁一一句话就反问我，这不成窝里斗吗？爸，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他就是不想我们家安生。我做医美没花多少钱，你就放心好了。这场冰雹最好下久一点，这样你那2个亿就只能躺在银行里，只能看，却什么也买不了。哼！哟，你这嘴是开过光的吗？挺灵的吗？你这个人真是自私，就为了让我的钱无处可用，居然巴望这种天灾要一直持续下去。你这是想让街坊邻居、父老乡亲都蒙受不幸吗？这女人不守妇道，未婚先孕，骗人当街盘下，人品自然大有问题。现在更是希望这场冰雹一直下，这是何等歹毒的心肠！要知道有很多人是正常出去上班的，现在却被困在了单位里，你却希望冰雹不停，不是想让自己一家妻离子散？毒妇啊，你们是怎么教出这种女儿来的？冰雹连续下了2天，丝毫没有减，而大的依然完全没有散去的迹象。华夏人都没有囤食物的习惯，都没食物和水了。我在阅读里发了张照片，拍的是10箱方便面和20箱水，只是单纯的炫个富罢了。嫂子，你看到有人在群里发了食物和清水的照片吗？这不是个好人，你千万不要去理他。大不了多花点钱买呗，还能咋地？晚上，丁一吃过饭之后，继续去遛狗。丁一，你家还有多余的食物和清水吗？卖给我一些，我也买点，你开个价吧，只要不是太离谱，有多少我要多少。大家都需要食物和清水，哪能全部给你？不好意思，我也就只有那么点物资了。这场天灾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我得自己留着。你不卖的话，干嘛又要发到群里呢？丁一，大家都是邻居，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就是，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被饿死、渴死吗？怎么有这么狠毒的人？不怕生儿子没屁眼？这个老六，有人的嘴巴甚毒，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丁一的假儿子。难怪老婆生了个野种出来。我操，买卖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你情我愿，尤其是这种天灾的时候，我肯卖你食物，那是我善良，我大方；不卖你，那也只是本分。你能说我什么？搁这给我上纲上线，甚至辱骂我、揭我的伤疤，那我也不能忍。丁一看了那人一眼，又看了眼他边上的女人，应该是他老婆吧？30岁不到些，长相还行，身材倒真是不错，前凸后翘，腰还很细。想要吃的喝的吗？来我家。你这是当着我的面挖墙脚吗？你也太嚣张了！滚，让你嘴欠！现在是什么时候？法律、秩序甚至道德都已经开始在瓦解崩溃，你居然还敢挑衅我，真是找死！你不但行凶，还纵狗为恶。我告诉你，你不给我赔个倾家荡产，这件事情休想过去。咦？那你报警呗。难道你觉得这场天灾不会结束吗？一旦天灾结束，像你这样的人，这样的恶行肯定会被清算。你可以随时来我家，不过要付出什么，你懂的。
末世来临，天灾第3天开始断水了，人心已经开始浮躁，家家户户都是闭门不出，看谁都像是坏人。而这一切仅仅只需要3天，早饭萧然和胡子又是肉包子，又是牛排，还有牛奶水果，都是吃得津津有味。末世前早餐都不敢天天吃肉包子，更别说牛排了，那是有钱人吃的。现在可好，虎子可以天天吃。第3天了，但冰雹没有停下，浓雾也丝毫不散，国家的救援更是没有出现，这大家都得坐吃山空，断水断粮。再过2天，嘿嘿，就要开始动手抢粮了。什么金香邻营亲戚，自己饿惨了渴死了，照抢。人性的丧失只在一念之间。丁一，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现在都爆发了天灾，也许会持续很久很久，所以我绝不是贪图你的钱，你相信我是真心的，好吗？我今天晚上过来找你，好不好？嘿嘿嘿。来了来了，你打的是什么主意？难道我会不知道吗？我考虑一下。他上钩了。这小畜生当初敢当众羞辱我，这次看我怎么收拾他！一切按计划行事，我骗他打开门，爸和小弟立刻冲进去将丁一控制住。我们这么做，万一天灾过去了，丁一去报警呢？以现在的情况，天灾绝不是短时间会结束的，所以这一次应该会死许多人，肯定会有好多人跟我一样做出类似的事情，法不责众，绝不可能单独清算我们，甚至我们直接把丁一杀了，那他又如何报警？杀人，没想到女儿竟会说出如此狠话。总之，你们不想活活饿死的话，今天晚上就好好干。对，我们都要饿死，还怕犯罪？我是韩云的小姑子，叫张静雅。萧大财主，你是不是有很多吃的喝的？不是特别多，但够吃。可以卖给我一些吗？呵呵，现在食物和净水就是生命，你说谁会卖自己的命？那你要怎么才肯给我吃的喝的？我快饿死渴死了。先进来。哇，你这里好暖和，这是给我准备的吗？没错，不过能不能吃到就要看你的表现了。丁一没有说话，只是伸手探了过去。张静雅不由娇躯一颤，却并没有阻止或退开。她已经饿了2顿，关键是太渴了，这完全瓦解了她的意志。先去吃吧。张静雅大喜，哪会客气，立刻先咕嘟咕嘟喝光了一瓶水，只觉水绝对是人世间的最美味。解决口干的问题后，她开始吃起了饭和菜来。丁一也没有闲着。接春，丁一只觉浑身轻松。果然啊，夜晚，一行4人悄然出现，正是郑娟一家。这么热情，全家都来了呀！你们一家子过来了，还趁我开门冲了进来，想要控制我？嘿，该不会想要霸占我的房子吧？我们有首歌是怎么唱的？朋友来了有好酒，而豺狼来了，我们有猎枪。丁一，10项点，交出食物和水，滚出别墅，饶你一命，不然我们4个单挑你一个。前世郑娟给我戴绿帽子，一家人压榨我，还活生生被你们分食，今世就让你们偿还。丁一，听到没有？滚出去，不然嘎了你。丁一，我们跟你拼了！打了，不要打了，我们什么都不要了。丁一又出3包方便面，外加1瓶水。他为什么这么好心？错，他哪是好心？第一，他可不舍得郑家4人死得太快；第二，4个人给3包方便面和1瓶水，那又要如何分配？以后还想要吃的，就跑过来挨顿揍。现在给我滚蛋！暂时你们还不能嘎，得多折腾他们几天。现在先让这家人为了食物抢破头吧，很期待这家人的窝里斗。末日进入第4天，停电了，外面是零下10几度的低温，没了空调让人怎么活？这也许是最让人绝望的一天。从今天开始，文明、秩序、道德将完全崩坏，人类不是回到了原始社会。好好好，这就带你下去转转。你又不是雪地3傻，车库那么冷，你怎么就不怕呢？出乎意料的是，前2天这里冷冷清清的，没想到现在居然人变多了，但基本是大爷大妈。小丁同志是吧？刚才我们几个老同志正在讨论小区的未来，我们一致认为这场天灾持续的时间不会短，所以更需要大家同心协力，共度难关。首先，我们得避免资源的浪费。小丁同志，你应该有不少食物和瓶装水吧？你拿出来交给我们保管，我们会按需进行分配。等天灾过来，我们一定替你上报党和国家，该是你的功劳，绝不会跑了。马大爷，你是把我当傻子耍呢？还把食物交给你，统一分配，你倒是去试试。现在谁会把食物和水交出来？小子，不要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可以目无尊长。小伙子，我们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听大妈的劝，赶紧给马主任道个歉，乖乖按他的要求去做，不要跟党和国家作对，不然可没有好果子吃。我今年27岁，你最多70岁，就算你的年龄是我3倍好了，我一天吃3碗饭，所以你一天至少吃1碗盐。那大妈直接就无语了，只觉丁一这个人简直不能理喻啊，让这些大爷大妈默不气的半死，半天说不出话来。丁一一笑，带着胡子扬长而去。可以给我点吃的喝的吗？哈哈，这就扛不住了。可以，不过我可以跟你上，但你要答应我的条件。你过来，我们当面谈。好，我要100斤大米，还有1箱水，你还得帮我搬到16楼。果然是漫天叫价。我让你在这里饱餐一顿，水放开了喝，你回去的时候，我可以再给你1包方便面，1瓶水。不送。50斤大米和看你表现，我可以在你走的时候多给你几包方便面和水，不同意就走。换回了3包方便面。老公准备吃饭了。家里还有吃的吗？
我问邻居买的。你身上还有钱？我把金戒指给了人家。你那戒指当初可是花了1万多买的。算了，现在这世道，估计以后钱啊、金银珠宝什么的都没啥用了，能够换点吃的也好。立刻又开心起来。末日到来，他欠下的赌债、房贷、车贷、网贷也都不用还了。哈哈哈！那个丁一最惨了，钱还没有捂热，结果天灾来了，这下好了，他有再多的钱也花不出去。呸！暴发户，活该！就是你口中的暴发户给的食物和纯净水，而且还把你老婆给完了。你嫂子败家的很，用金戒指买了3包方便和3瓶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食物和水，金银又不能吃，钞票也只能擦屁股。女孩子家家，说话文雅一点。你们吃吧，我不饿。这是真话，在丁一那边确实吃饱了，甚至还有些撑。张静雅倒是不客气，接过一碗面就吃了起来，但心里却有好奇，这面怎么和丁一给自己的是一个牌子？偷丁一外卖熊孩子一家正在密谋怎么攻下丁一的别墅，占为己有。老公，真要这么做吗？我们的食物已经不多了，家里更有5口人，不拼一把难道活活饿死渴死吗？而且抢的是那个混蛋，咱儿子只是顺手拿了他一份外卖而已，他犯得着故意设套，先把咱爸送进医院，又让我们赔了8万块，现在机会来了。那王八蛋确实不是个东西，还故意在群里炫富，结果老马他们问他买吃的，他完全不理人家，摆明了不管大家的死活。我们去抢他，可以说是劫富济贫，为民除害。半夜11点啊，一家人悄然出动，现在可是零下15度，正常的冬装哪扛得住？多穿几件还是冷得直哆嗦。怎么办？这门可打不开啊！要不回去再商量商量，明天再来。怎么办？门都开了，我们进去，不能错过了这个好机会。这应该是电子门，所以应该是出故障了。丁义肯定正在睡觉，所以这时候杀进去，这家伙可能根本不会知道，等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被五花大绑，生死由我们掌控了。这么大晚上的，你们来干什么？这里居然还有电，而且还很暖和，太好了，太棒了。很好，这个别墅以后归我们了。丁一，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我现在给你2条路，要么你自己乖乖走出门，要么我们把你砍死锤死了，再把你兜出门。当初你不是仗着有几个臭钱设计陷害我们吗？现在你在横啊，有钱又有什么了不起？你难道还能用钱砸死我吗？跪下来！你们一家还真是，算了，时间太晚了，我还得睡觉，就不跟你们浪费时间了，收。秦东方消失了，这一下秦家4人都惊呆了。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你个王八蛋，还我儿子！魔鬼，你是魔鬼！半夜携带凶器入室抢劫，末世前嘎了你们也是正当防卫，何况是现在。一夜过去，末日进入了第5天，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焦躁。丁一带着胡子到地下室逛逛。丁一，最近是不是特别焦虑？有钱也没处花，可看这情况，好像天灾不是一时半会能够结束的。所以你是在幸灾乐祸？我现在的物资可是富可敌国啊，你非要这么挑衅我，行，那就别怪我当面羞辱你了。好了，老公，现在都在蒙受天灾，又是一个小区的邻居，本应该互帮互助，何必如此呢？是啊是啊，两女都怕惹怒了丁一，以后丁一就不跟他们进行交易了。林有为啊，林有为，你今天早上还能有半包方便面下肚，你以为是谁给的？就在这时，胡子自碰韩云和张静雅秀着脸，然后摇起而来，显得十分热情。见豹子热情，两女自然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不由想到了什么，互看一眼，都是脸一红。姑嫂两人都跟一个男人睡了，情何以堪？你想干什么？跟我过来，不然我就把我们的关系说出。你跟我老婆说了什么？混蛋，你给我站住，站住啊！老公，别生气了，我们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你别气坏了自己。我们回家，外面好冷。老公，你们先上去，我想办法再去借点粮。林有为不由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媳妇，心想刚刚丁一对你附耳低语，你现在又要一个人离开，是不是有鬼？他只是好赌，又不傻。我陪嫂子一起。对，让静雅跟你一起去，有表妹陪着一起，亮寒雨也不可能再去找丁一了。去丁一那边会发生什么？两女都是心知肚明，自己一个人去倒也罢了，可两人一起，关键还是姑嫂关系，这怎么受得了？要不嫂子你先回去吧。他自然是有私心的，去丁一那他可以先饱餐一顿，而在家里等着的话，他就只能吃方便面了，那是吗？做一次和做几次有什么区别吗？韩云呢？我不是让他过来的吗？我嫂子有些不好意思，今天先我来，明天再换我嫂子好不好？不好，我要2个。得知丁一要2个人一起，俏脸一白，差点晕死过去。但是想到老公，她还是强行忍住，不就是被折腾个把小时吗？去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好好玩。接上集，韩韵背着老公找隔壁邻居换食物。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现在食物太少了，人家一开始不肯卖，我们好说歹说，这才让对方答应的。现在谁还会那么傻，把食物和水都卖了？这可是代表着命啊！你洗了头？你在哪里洗的头？贱人，你特么敢背着我偷男人！哥，嫂子也是为了你，不然你早就饿死了。那个奸夫是谁？我知道了，是不是丁一？是不是丁一？走。丁婆要怎么赔我？你想我怎么赔？简单，把你食物都赔给我，那个贱人就送给你了，反正我也玩腻了。你好大的胃口，我打算买你老婆，你开个价吧，要几包方便面和水？
10包。林有为，你混蛋，为了10包方便面你就把我卖了，你不是人。10包你也不配。小区另一边，老流氓莫鹏和几个邻居正在商讨如何解决丁一抢夺食物和女人。各位，我们只要做成这一票，哪个女人只要把食物和净水拿出来，干了。老李，你之前是开锁的，工具和手艺还在吧？没问题，那就好。老李负责开门，我们负责拿下丁一，都特么给老子狠一点，往死里下手。我们晚上12点行动，老李，看你的了。这是最高级的电子锁，特么的，这小子到底有多么怕死，连地下室都用上了这么高级的电子锁。我需要点时间，特么的，这天气太冷了，老子的手都冻得在哆嗦，连平时一半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你给个数，还要多久？30分钟吧。特么的，30分钟我们没被饿死就冻死了。老李，有你的，怎么刚刚还说最快10分钟，接下来就立刻打开了？门不是我打开的。枪，现在听我说，我要你们办一件事，办成了给你们10包方便面和10瓶水，要是你没有办成，又或是想要抢的话，那就送你见阎王。我前妻家知道吧？我要你们每个人将他们你们只有1天时间。一夜过去，小区中都在传郑家发生的惨事。你知道吗？就在昨天晚上，那老师带着一群人撬开了郑家的门，冲了进去，把郑家4人了。为什么是4个呢？因为郑家4个人都在惨叫，停了一会儿又继续，实在是惊掉人的珠子。这可是402的赵阿姨说的，虽然她没有亲眼看到，但听得可清楚了。不但在群里说，第二天一早就赶紧去了车库，逮着人就说这事。我们几个大男人合力难道还治不了一个人？莫老四，我们都等你信号了。好，他虽然有枪，我们就趁他不备将他拿下，以后小区的女人就都是我们的了。你们这些人的作用就是给郑家带去痛苦和羞耻，现在目的达成，那还留着干嘛？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紧接着晚上又来了一波人，准备强攻丁一别墅，带头的叫李忠林，就是他骗大家说有个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能搞到避难所名额。小婷、瑞芬，看你们的了。OK。卧槽，你们也是来为民除害的吗？哈哈，我们先把事成之后的分配决定一下怎么样？我们两边的人数差不多，所以无论得到多少物资，我们一边一半如何？各位，我的提议应该非常有诚意，你们哪怕不满意，也可以好好沟通吧，至于一声不吭吗？卧槽，这难道都是丁义干的？要不还是算了吧。死点人算什么？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今天必须把丁义拿下，否则的话我们会饿死、渴死。现在不拼，那就真的只有等死的份。给我鼓起勇气来，丁义也是人，而且他才一个，我们需要怕他吗？你们最好怕我。来都来了，还想跑？虎子收了他们。就在刚刚，虎子也变异成黑洞异能，可以吞噬一切。一夜过去，卧室进入了第6天。你听说了吗？郑家那对父子真是奇葩加绝情啊，居然把郑娟绑了起来。都可以，只要1包方便面就够了。估计生意也不是很好吧？现在大家都缺粮缺水，哪还有精力玩？不愧是郑家，又把下线杀心了。啧，韩云，昨天怎么没来？我长这么好看，不就应该好好享受男人的宠爱吗？以后啊，我再也不会为任何一个臭男人而伤心了。我们现在去洗澡，你是在这里等我们，还是一起？在2号楼，徐峰是这一栋的楼长，灾变之后，他也积极无比的协调着楼栋内的邻居矛盾，颇有威望，也准备拿下丁一的别墅。各位，现在的情况有多么危险，相信不用我多说了，所以我们必须自救。而且这情况虽然危险，但也不是一次机会。你们难道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无政府状态了吗？你现在杀了人可以报警，但又有警察过来吗？这意味着什么？法律不存在了。所以如果我们团结起来，是不是可以有一番作为呢？第一步，我们先称霸整个小区，成为实际上的控制者。有了足够的人手之后，我们就可以计划向外扩张。我相信这场冰雹不可能一直下去，而只要冰雹停了，哪怕还有大雾，以我们对小区四周环境的了解，完全可以去附近的超市、便利店寻找物资，并且入侵其他小区。你们难道不想3妻4妾，不想有一堆人服务你们？以前不可能发生，但现在只要你们敢想、敢做、敢拼，就一定会实现。一众人莫不被调动了情绪，纷纷振臂吼了起来。徐峰见火候差不多了，谁愿意跟我一起干？我。第一步，我们要把丁义拿下。首先，丁义在小区里公然杀人，而且杀了不止一个人，许多人已经将他视为魔王，所以我们把他拿下的话，威望就可以一下子立起来了。第二，丁义手里应该有不少物资，我们把他拿下之后，应该可以在短时间内不必担心饿肚子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容等到冰雹停下。徐峰打丁义主意的人不少，可全部都死了。有人说，在他的别墅入口处堆起来的尸体都有20具了吧？对啊，这个人太凶残可怕了，我们还是不要招惹他的好。丁义再强，那也只是一个人而已，难道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上还制服不了他？而且我们还可以用计谋。什么计谋？他说完之后，众人不由眼睛生光，再无之前的犹豫和惧怕。有事，
我有一个消息要卖给你。什么消息？要卖多少？有人要对付你，你给我1箱方便面和1箱水，我就把他们的具体计划告诉你。我可以每天给你3包方便面，2瓶水，前提是你有作用。行，我们可以长期合作。我叫郭浩然，是2号楼1902室的业主。今天我们楼的楼长徐峰把我们叫了过去，特意开了个会，就是商量如何杀你。具体计划呢？我的食物和水呢？徐峰他们计划在今天晚上夜袭他们中有电焊工，你这铁门可未必扛得住电焊吧？而且他们一共有9个人，一涌而入，手里全部拿着刀具，你挡得住吗？你加入他们，随时向我汇报情况。你给的这些东西只够我说出消息罢了，想让我当内奸，得加钱。盯着他们，时刻向我汇报，以后我每天都会给你相同数量的食物和水。成交。怎么样？那小子上钩了吗？4包方便面，3瓶水，你们说那小子相信了没有？那小子绝不会想到，我们之中不是出了一个叛徒，而是故意送了他一个内奸，这叫碟中谍。说说别墅里是什么情况？那小子谨慎无比，根本没让我进去。不过我看了一下那铁门的厚度，足有50公分，是由电力控制的，不然光是推开都要花不少力气，哪怕还有电，用电焊切开门也不现实。卧槽，他把家整成了防核弹级别。幸好我们没打算从地下室攻击，不然只能徒劳无功。不过没能摸清楚别墅内部的构造啊。没关系，现在这小子的注意力全部在地下室，晚上按计划行动。2队佯装从地下室攻击，吸引丁一的注意；1队则是从地面攻击，打丁一一个措手不及。等到我们攻入别墅，那小子仅只有1个人，又如何挡得住我们？跟我说从地下室攻击，那真正的攻击应该是从别处声东击西，转移我的注意力。那我就陪你们玩玩。一个女人，咦，好像有点眼熟。想起来了，那个嘴欠男的老婆，果真还是来了。咦，对，嘴欠男，这是打算以老婆为诱饵搞偷袭。白送的小少妇不要白不要。丁一，是我，玲玲，你不是说我只要饿了，随时可以找你要吃的吗？食物我有，但你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吗？知道，我会陪你睡觉的。好。不要啊！靠着门，把屁股撅起来。深夜，徐峰等人行动了，他们兵分2路。兄弟们，能不能发财？能不能吃香的喝辣的？能不能让美女躺在我们面前乖乖叫爸爸？就看这一次了。这家伙还真是舍得啊，居然把地下室的入口改造的这么结实。难道这家伙还未卜先知，知道会有末日发生？肯定是丧尸电影看多了，这次厚的铁门自然是防丧尸的，现在只是下毒冰雹，天气寒冷，这铁门再厚又有屁用？不过这小子要是真是被末日电影洗脑的话，家里储备的物料应该还超过我们的想象。枪，跪下！差点被你骗了，你又不是警察，而华夏禁枪，我不信你可以弄到枪。之前那些人被你一把假枪吓住了，其实是自己笨死的。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是真枪啊！同时，地面部队也杀到了丁一的别墅前面。什么情况？这分明就是一块钢板啊！我操，无情！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撤！不是这大门吗？你特么蠢吗？连窗户都用钢板封上了，大门会没有保护？赶紧撤！来了就不用走了。卧室第8天中午时分，韩云姑嫂来了。不过3人还没有开始，钟伟也来了。丁一当然不会嫌人多，把钟伟也放了进来。这下3女都十分尴尬，完全不认识，可偏偏要一起挨炮。你要愿意的话，甚至可以成为这个小区的王，每个人都会听你的命令。我对号令他人没兴趣，不过今天来点新花样，我们来个商女不知亡国恨。你休想！你们呢？谁乖乖听我的话，可是有奖励的哦，1包姨妈巾加1盒面膜。3号楼一个叫张坤的人又来弄什么幺蛾子？喂，丁一，我是张坤，3号楼的代表，同时我也是奥特曼在人间的代表。任何相信光的人都可以在我这里得到拯救。别废话，有屁就放。你相信光吗？罪恶的人啊，你只是迷途的羔羊。停，说重点，不然我就挂了。我想向你买一些物资，1栋楼的人都是嗷嗷待哺，希望你可以答应。你不觉得应该向你的奥特曼祈祷，让他赐予你物资吗？靠，要是奥特曼能够赐予食物的话，那谁还需要努力工作呢？这只是一种信仰，信仰你懂不？嘿，没信仰的土狗。我知道你喜欢女人，我们教会也有2名女教徒愿意牺牲自己，可以每天都满足你的要求。你每天给我们2箱方便面或等量的食物，再加上2箱水，怎么样？首先，你们到底是教会还是窑子？第二，既然做鸡，那就得好好了解一下行情。现在陪睡一次只收1包方便面，水是另算的。你们那2名女施主是镶了钻，还是美如天仙啊？居然要个收1箱水和面的。我们这栋楼的人太多，每天至少需要2箱方便面和水。这样吧，你还需要多少女人？我再去动员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愿意主动牺牲。你的信徒到底是信仰光，还是信仰我的物资？什么意思？你装神弄鬼，把3号楼的女的都霍霍一遍了吧？还把不相信光的人都嘎了。我们就来验证一下，光和食物人类会信哪个？任何人只要将3号楼的张坤爆了菊花，赏10箱方便面或等量的任何东西。不一会，整个小区就听到张坤的惨叫声。卧槽，那么快张坤就被爆菊花了？喂，哪个？
肖先生你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秉成。肖先生听说过宏远地产吗？我知道，你是宏远地产的老总。肖先生知道就好了。我有个提议，肖先生如果肯把别墅让出来，又或者让我们住进去，那么等天灾结束了，刘某愿意把手中一半股份拱手奉上。刘总就不必给我画饼了，这场天灾，先不说什么时候结束，哪怕可以在短时间内结束，又会死多少人？在这样的冲击之下，刘总觉得你手里的股票还能值多少钱？钱有毛用？行，那我们不谈钱。听说你喜欢美女，我这里刚好有一个，你先看看入不入得了你的眼界。我把这女人送给你，你可以给我多少食物和清水？刘总卖的不是房子吗？什么时候变成人口贩子了？这是我的情人，不过我的年龄足以做她父亲了。选她也是因为她足够漂亮，又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可以给我儿子最好的基因。为了我儿子，我可以舍弃一切，但同样的，为了他，我也可以把什么都豁出去。刘总，这是要与我开战吗？我当然不战，毕竟肖先生这些天的战绩相当惊人。我还是希望肖先生可以接受我的提议，我可以把我的女人送给你，而你只要给我儿子足够的食物和水。如果我不答应呢？最好答应，我还带了2个保镖，都当过雇佣兵，打百10个普通人跟完事的。所以肖先生最好接受刘某的提议，这样便是皆大欢喜。提议不错，但下次不要再提了，再见。拿自己的女人当货物交易，也不是什么好鸟。丁义拿起手机又开始发布悬赏，这次是针对刘秉成的。买一个人的命，姓名刘秉成，宏远地产的老总，现在正在我们小区，身边至少有2名保镖。我不管是多少人动手，只要可以把刘秉成杀死，我便奖励20箱方便面或等量的物资。他拒绝了。你不是说他好色吗？居然可以拒绝这么诱人的条件。是啊，所以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刘总，那我们怎么办？强攻吗？就凭你们4个人想要强行破门，不可能的。那我去诱他开门。那小子的别墅必然是被改造过的，换作是我的话，花费这么多钱改造之后会布装监控。现在虽然停电了，但我完全可以自备发电机，用上柴油、汽油之类，撑上10天半个月绝对没问题。所以我们在门口一站，哪怕不发出声音，也瞒不过里面那个小子，所以他才嘎了那么多人。那怎么办？你们干嘛总盯着丁义呢？哦，有人来了，居然是嘴欠男的老婆玲玲，你来做什么？我想要吃的。吃吧，你老公知道你过来吗？知道。你老公有没有跟你提过，现在小区里都是什么情况？张坤和刘秉成都没被干掉，确实有人想要拿悬赏，对张、刘2人发起了攻击，但都被挡了下来。但张坤内部现在越来越不团结，刘秉成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20多人，都是精壮的男人。吃过，丁一就和玲玲就开始锻炼了，尽情的挥洒汗水。你只要放了我，以后我就是你的女人，我跟你好那是理所当然的，你再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侃哥，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不然不可能连续4天都来找我。你相信我，只要你帮我，我就永远不会背叛你。没有人会喜欢我的，我长得那么丑，而且也没有钱。侃哥，你要我发誓吗？帮我脱困，我一定会遵守诺言。现在所有人都背叛我，只有你对我好，我不跟着你又跟着谁？刘侃本就异动，听到这话再无犹豫，替郑娟松绑，躺在这里任人玩弄，他还有什么羞耻心？侃哥，待会出去，我们把外面的人全部杀了。外面的人可都是你的亲人啊！哪有把亲人绑起来卖的？所以他们都得嘎。为了你，我愿意。侃哥，你先出去，埋伏在他们的身后，然后我再开门出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他们看到我肯定十分吃惊，你就趁机出手，优先攻击2个男人。你这个毒妇，居然亲手杀了自己的弟弟！从小到大，你们一直偏爱弟弟，有什么好东西只顾着他？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哈哈哈，我连儿子都设计弄死了，杀弟弑父又算什么？轩，我是你妈啊，我可从没有害过你。你之前那样也是你爸的主意，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但你又阻止了吗？没有，哪个当妈的会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坐鸡，被不同的男人玩弄？你不配。刘侃的战斗力太弱了，我需要更多的帮手。别的女人只会用身体换物资，但是我不同，我不要再做别人的玩物，我要做操控他人命运的女王。我要在小区里建造一支听从我命令的军队。接上集，丁一前妻郑娟嘎了自己父母和弟弟。第2天一大早，玲玲就来找丁一。丁一，你的前妻找到了我老公，把他拉进了什么导丁联盟，目的就是对付你。郑娟脱困了。郑娟被她的家人绑在床上接客，好像也没有过几天啊，这女人居然就脱困了。她蛊惑了一个嫖客，不但把她放了出来，而且还把她父母、弟弟都杀了。你老公是什么态度？就是我老公让我来告密的。一开始的时候，我老公非常气愤，但被饿了几天之后，就慢慢改了主意。我老公认为郑娟绝对斗不过你，所以他让我来提醒你，也算是讨好你了。丁一哦了一下，有些心不在焉。大清早男人的经历，丁一把玲玲送了出去。少了2具尸体。食物，算时间，现在已经是末世第12天了，所以太多人家吃光了食物，被迫盯上了尸体也很正常，毕竟人也是动物，饿极了，有什么是不敢吃、不能吃的？人像石这一幕中还是又上演了。晚上，刘秉成带着一群人攻占丁一的别墅，给我砸！80，丁义应该已经听到了动静，
不过我们不按常理出牌，根本不走通道，他也只有干瞪眼的份。一定要从门进入呢？砸墙就不行吗？哈哈，换一个思路，一下子就海阔天空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好像是金属撞击。妈个巴子，操！这小子居然把别墅改造得如此铜墙铁壁。大半夜的不睡觉，在这里敲敲敲，不怕惊忧了邻居吗？丁一，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出来说话。你不是悬赏要我的命吗？现在我就在这，你有本事来取便是。刘秉成，我只要提高悬赏，呵呵，信不信你这支队伍立刻就会土崩瓦解？好啊，你尽管开价，你开的价越高，说明你手里的物资越多，那么等我们把你揪出来干掉，我们的收获自然也越大。不愧是大商人，很会蛊惑人心。刘秉成，我就在这里，你要如何才能得到我的物资？任你在舌战莲花，可最终靠画饼来给别人充饥，别人又会傻傻的始终听你的摆布吗？所以你就打算一直躲起来，当一只缩头乌龟吗？我这样的钢铁堡垒，敢问阁下该如何应对？这样吧，刘秉成，我跟你做笔交易。什么交易？既然你满口仁义道德，这么为所谓的兄弟考虑，这样吧，你让你的女人进来让我玩玩，我可以给你们每人1包方便面，外加1瓶纯净水，如何？特喵的，这小子将我一军，如果我不答应，估计我这4个保镖会烦我。好，我答应。不，我不答应。别闹，我只是骗那小子开门罢了。等他一出来，我就让人把他拿下，不会让你有什么损失。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会允许自己的女人给别的男人玩吗？要怎么交易？你让你女人靠近墙壁一些，你们离远一些。你这里居然有暖气？你不害怕？害怕了，你就会放过我吗？我不喜欢强迫别人，现在你可以离开，不过也可以选择与我交易，随便你怎么吃。放在以前，这些都是我吃腻的，谁要告诉我哪一天我居然愿意为了这些食物而出卖自己的身体，我绝对会抽他几个耳光。丁一也喜欢八卦，便好奇问道：那儿子是刘秉成的种吗？你以为我是不检点的女人吗？我跟刘秉成的时候还是处，不然他那么有钱有势，为什么会选我给他生孩子？可惜我原本还想嫁入豪门，想着哪怕刘秉成的年龄都够当我爸了，但憧憬未来的豪门生活，我还是没有扛住诱惑，投进了他的怀里，心甘情愿的给一个老男人生了孩子。我可以带儿子一起过来吗？我可以让你带些食物回去，怎么让小孩欣赏我们的交易过程？你的靠山已经嘎了，以后饿了便来找我就是。不一会，韩云几女先后到来，特意将他们约在同一时间过来，所以今天就是韩云姑嫂、钟磊再加上王露露可以凑一桌麻将了。末世第15天，前世我就是在这一天被前妻一家分食的。亲爱的邻居们，现在悬赏一个人，名字叫郑娟，凡将她活捉过来的人，将可以得到2箱方便面或等量的食物。是刘侃想要抓我去向丁一领取悬赏，我才失手嘎了他，你们千万不要误会。你们在笑什么？笑你是个傻逼，我们俩正悄悄的商量把你送到丁一那边去，没想到被刘侃这家伙听到了，我们便追出来，想要弄死他，没想到还是让他跑到了你这里给你报信，只是你竟然把他给嘎了，你说好笑不好笑？郑娟身体发抖，她既然自毁长城了，她为什么要那么冲动？她为什么不让刘侃把话说出来？丁一，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了。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好，这地方太好了，老公，让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给你看点东西。这是韩云姑嫂，还有钟磊，还有王露露，5个的斗地主，就今天中午时拍的，隐藏式摄像头却是8K 超清，影像效果超赞，所以郑娟可以清楚的看到每个人的模样，甚至每一处细节。丁一都玩上了这样的极品，还会看得上他。丁一，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你居然还好意思向我质问？果然，毒妇就是毒妇，从来不会反省自己的。不过，我也没有打算与你争辩，我给你看这些，只是让你知道我现在过得有多好，让你后悔，让你嫉妒，让你怀恨罢了。骂醒你，让你痛哭流涕的忏悔。呵，这是你应该去地府做的事情，而我要做的只是送你下地府。丁一，你想做什么？想做什么？不！4号楼一间屋子中，7个男人正在喝汤，每人都是1大碗，7个人吃的狼吞虎咽。现在我们不必担心食物的问题，但是清水快用完了，下一顿便不够了。这个简单，今天应该有不少人出去搜集物资了。我们随便挑一栋楼进行突袭，不但可以得到足够的净水，还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补给。这个主意不错，天天吃肉，老子都快吃腻了。行，我们等时间再晚一点就出动，能不能让老婆孩子父母吃点好的，就看我们今晚的收获了。半夜，刘洋一行总计30人整装出发，进入了3号楼，一晚上的功夫将人几乎全部杀死，只有限一些美女才得以幸免，被他们带回了4号楼去。末日进入了第18天，一早韩云4女过来，把4号楼干的事告诉了丁一，然后一个个都是面带忧色。最近几天你们都住在这里，等4号楼的问题解决了，你们再回去好了。丁一已经有了对付4号楼的办法。谁？
大哥，开下门，我们几个姐妹想要找个地方避避寒，只要大哥能让我们有个栖身之地，大哥想怎么玩，我们就陪大哥怎么玩。都给老子乖乖进屋去，哪个敢不听话，老子就砍死他。他逼迫九女互相把手绑上，到时候丑的直接砍死，漂亮的嘿嘿，自然是供他淫乐。可万万没有想到，九女居然没有一个露出害怕之色。你们非要老子砍死几个，给你们立下威，才会乖乖听话，是不是？呵呵，老子先把这肥妞弄死，看你们还敢不敢？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冲动，我跟你们闹着玩的，哈哈哈哈哈！小丽，把他绑起来。好咧，有话好好说，千万不要闭嘴，有话问你，好好交代。这个小区目前是什么情况？壮汉便老老实实的说了起来，他提到了4号楼的凶残，又提到了丁一的富有，经常开除悬赏，同时也是个狠人，至少有30人死在了他的手里。天灾开始还没到20天呢，外面居然变成了这样。他们9个是什么人？犯人。天灾之后，监狱中发生了暴乱，他们夺了枪，与狱警对抗数天，最终趁大雾散开的机会，坐上囚车逃了出来。外面的世界也这么混乱了，很正常。监狱发生暴动近10天，却没有外部力量增援，说明社会秩序完全崩塌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自由之身了。那个叫丁一的好像拥有不少物资，甚至还有暖气和电，是不是把他的别墅拿下？这家伙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色，我们又恰好是女人，所以只要可以将他骗得开门，他就只能任我们宰割。走，我们去别墅。我不去，就在这与你们分道扬镳。这世界已经如此混乱，哪怕分开了，谁也不用担心谁会告密。现在杀人根本就是小意思，谁会在乎我们犯人的身份？行，那就此散伙。徐青梅，既然你主动脱离我们，那下次再见时，嘿嘿，可要自己小心了。周雅玲和梅婷带着6女来到丁一别墅地库门口。做什么？大哥，你不是说过只要肯你就给吃了吗？嘻嘻，我们姐妹几个都想。丁一通过监控看得清清楚楚，这一行共有8人，虽然全是女的，可有几个的质量真的一言难尽。丁一看到了胖女人藏在身后的枪，所以这是过来抢我别墅的。你们既然自己送上门来，那我就把你们一次性解决了。进来吧。然后人一个接着一个凭空消失，没有一丁点的声音。英子、小玉，快回来！几乎同时，周雅玲与梅婷举枪，对着门里面就搬动了扳机。枪法真烂。又是一夜过去，末世进入了第20天，毒兵薄停了。丁一开车出去收集能源物资。要开门，谁在里面？你害死我们了！这里有一条狗成精了，跟狮子差不多大，把警局里的人全部咬死了。我们好不容易逃到这里，用这道门挡住了那条妖雀，你居然把门给破坏了，这下大家都要被害死。特么的，老子先把你干掉！他抬手就要瞄准丁一，却被一人把枪推开。也幸亏如此，不然丁一也要开枪了，全部得杀死。外面是什么情况？你可以安全到达这里，甚至还有时间把门焊开，说明那条变异犬已经离开了。我手无寸铁，不具备任何威胁。大家先把枪放下如何？我叫丁一，你们呢？我叫江佑宁，是一名警察。现在我问你，外面是什么情况？现在的社会秩序已经完全崩溃，极寒之下，绝大部分人无法走出家门，只能坐吃山空等死。什么？怎么可能？偌大一个国家，怎么会在一场天灾的打击下就完蛋？我不信，我不信！你能够活着走过来，说明那条变异犬肯定已经走了。你说几乎没有人可以外出，所以整个社会的秩序都因此崩溃了。可你又是怎么来这的？别告诉我，你这些天也一直在警局之中。因为我有一辆改装过的车，可以行驶在这样的极端天气之中。开个价，把我送回家，你要收多少钱？现在哪怕给你1000亿，你能买到一颗茶叶蛋吗？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常树理，常家的那个常。所以呢，你常家人就了不起。常树理不由被噎了一下。常家末日前黑白道通吃，从小到大他还没有被人这么对。我只是告诉你，我常家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所以你只要可以把我护送回去，想要什么可以在家里随便拿，甚至女明星也有。这倒不是骗丁一的，常家经常会请些不入流的小明星，甚至3线明星去家里开聚会，具体活动嘛，呵呵，懂的都懂。不好意思，我的车只载美女。丁一，带我离开，什么条件随便你开。走，出去。你答应送我回家了，呵呵，我们一起出去。至于出去之后如何，各安天命。丁一，把枪对准我的人都没有好的下场。少他妈跟我神神叨叨的，你的车钥匙呢？立刻交出来，否则我就一枪打死你。再慢慢搜。是什么给了你勇气，敢向我提要求了？江警官，把枪放下！你这么漂亮，我可不想让你成为一具丑陋的尸体，所以乖乖把枪放下，慢慢退下去。我会把你带去常家，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总比在这挨饿受冻的好吧？姓常的，你真不知道自己有多蠢吗？江佑宁则是瑟瑟发抖，他见证了什么？一个拥有超能力的人。怎么处理这个人呢？不如灭口吧。我做你的女人，求你不要杀我，我绝对不会泄露你的秘密。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现在饶你一命，但是你要有任何的反叛之心，我会毫不留情的干掉你。要是经常带新的极品女人回家，小小的别墅装得下吗？草率了，当初应该买一栋更大的别墅。上集说到，丁一外出收集能源，碰到变异的二哈，只要杀死就能获取对方异能，还意外回收了一名美女，车被震了一晚。虎子，你不够给力啊！同样是狗，我昨天遇到变异的二哈可是厉害，比大象还大。这是在打压我吗？我的异能可吞噬一切，我一张口，月球都可以吞掉。色狗，滚开！他是我的，我带你去洗个澡。小区巴拉，男女一起洗澡，那注定了不可能只是洗澡。什么事？小区里面居然还有一个极品美女。我叫徐青梅，听说你有一辆车，我想知道你要怎么才肯将这辆车给我，借我也可以，你可以一起，我需要去一个地方。你哪一栋的业主？我不是这里的业主，而是前天才来到这里的。你跟前天来这的8个女人是一伙的。我们都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犯人，但并不能算是一伙的，只是为了逃命，临时合作，组成了队伍。你怎么会入狱的？我有个妹妹，上高中的时候差点被坏人欺负，我为了保护她，失手杀了那个坏人。好汉，你妹妹在苏城？我妹妹在苏大读书。还好不是太远。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你不是喜欢美女吗？我应该算得上吧？你把车借我，我赔你。我要准备一下，你可以在我这里等我。我是街道办的吴主任，你要相信，灾难终究是要过去，所以你现在见死不救，灾难后必要被清算。啧，上来就扣大帽子，危言耸听，是会过去的，但绝不是1年半载，而是得几十几百年甚至更久。我们经过研究和商，提出了以下2个选择：出去寻找物资，取回来后交给我们几个，我们街道办自然会按需分配给大家。臭不要脸！当然，你绝对不会白白付出，等灾难过去，你就是第一功臣，我们一定会如实向国家汇报。第二，考虑到你一个人辛苦，你可以把那辆车共享出来，大家轮流出去寻找物资，这样的话，你的功劳虽然会小了一些，但还是手工，你怎么选？我选第3个。就是你们叫你们的，我玩我的。你不要以为我们没办法对付你，我们只是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就把4号楼的人放出来，并且跟他们说，是你把他们封锁起来的。嘿嘿，一群人肉都敢吃的畜生盯上了你，你还有好日子过吗？除非你永远不出门了。你们不怕先被4号楼的人吃了？那尽管把人放出来好了，我反正有别墅保护着，他们又攻不进来。你们傻到要放虎归山的话，随便吧。4号楼的人仿佛恶虎出山，杀气腾腾。反观其他楼栋的人，一个个都不团结。4号楼的人杀进去，12栋的人根本没什么反抗之力，很快就被全部制服。接下来就是4号楼单方面的施暴，尤其是吴主任的女儿，还颇有几分姿色，受天亮就断气了。早知道不放这些畜生出来了。你这几天怎那么厉害？我什么时候不厉害了？你以前最多1个小时，现在呢？2个多小时，幸好现在是末世，你可以有。这种话是对于男人最大的褒奖。萧然得意一笑。你这么漂亮，应该被许多同事追求吧？看不起谁呢？我可是市里的警花，之前去隔壁市开了一次会，好多同事特意申请调到我们市，我们局来。还有啊，市里好多大领导的儿子都在追求我呢。这样倒好，没有哪个上司敢潜规则你了。那是，你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你可千万不能出事。放心，我这个人自私的很，不会允许别的男人碰你。这一天，萧然什么也没干，又好像忙碌无比。从楼上到楼下，从江佑宁到韩云4人，萧然仿佛成了古代的皇帝，难怪史上皇帝短命的多。拥有了超能力，身体素质也跟着一并提升，让我的本钱也越来越足。如果这个猜测为真，那我吸收几十几百份的异能，是不是真能化身打桩机？身体却完全不受影响，甚至越来越壮。我去，这个好啊！出去猎杀异能者的理由又多了一个。可以出发了吗？算你运气好。我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我能不能先找到妹妹，再完成交易？我不是想要赖账，而是我还是……要是现在给了你，我怕我走不动路，无法再找妹妹。这么一个极品美女人居然……第一，我只是答应借车陪你去苏大走一趟，并没有承诺一定会找到你的妹妹。你只要带我去苏大，哪怕没有找到妹妹，回来后我也会履行承诺。不一会，两人就驱车来到了校园食堂外面，数一下，差不多有30人。你们是国家派来的救援吗？不好意思，我们只是来找一个人的。你们知道徐欣冉吗？你和小花藏得好像，是她的姐姐吧？是的，你知道欣冉现在在哪吗？如果她不在西食堂的话，那就应该饿死了。谢谢。我们想要借用你们的车，可以吧？不可以。这位老兄，麻烦你看一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人都快要饿死，你居然见死不救。你是我儿子还是孙子？有义务管你们死活吗？你们谁想试试？枪。这是我们杨哥的警告，我们杨哥可是超能力者，可以把物体丢出超音速。你们想一想，子弹那么小，一旦达到音速又拥有多么恐怖的杀伤力，那比子弹重了许多倍的其他东西呢？杨哥，怎么称呼啊？
杨文琪，知道我们杨哥的厉害，我问你借不借车？你们是不是傻？超音速的物体我都能接得住。你也是异能者。我这个人最讨厌被威胁，